嗨，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是想和大家做一个类似于聊天类的视频吧，因为之前做了太多的穿搭视频了。然后今天呢，就想说和大家聊一聊我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会自己注意的一些事项，算是一个自己个人经验的分享了，就不算是什么科普类啊之类的那种。然后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次到了秋天，我第一个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皮肤的问题。因为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再加上从夏天转到一个比较冷的季节，天气的那个空气里边都比较干嘛，那么我的皮肤第一件事情引起的反应就是特别的干燥，所以我在这段期间基本上都是非常认真的在抵抗干燥的。再加上我一个成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到了美国的东部真的是一个特别干燥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皮肤就还是没有特别的能够适应吧，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所以我就是在出国之后吧，就非常注重在保湿的这方面。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应该是在半年以前吧，然后开始看了一个美国的 YouTuber， 他的名字是叫 Dr. Dre， 然后他的职业呢其实是一个美国的皮肤科医生，所以他是完全一个专业性的人。他做 YouTube 我去翻应该也做了有几年了。然后后来我自从开始看他的视频之后，就真的改变了很多我自己护肤的一个观念，而且我觉得真的受益终生，也没有到终生啦，就是非常受益吧。而且也有到一个觉得我自己非常有改进，或者说让我自己的皮肤真的变得比较湿润，没有那么干痒的这种问题都完全解决了。所以就想说顺便在这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从看他的视频，然后自己学到哪些小的经验，或者说用了哪些小的技巧，让我现在的皮肤变得没有那么干，或者说我觉得我皮肤有变好的一些技巧，就在这里总结式的跟大家讲一下。但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频道。第一点呢，我是从他的视频里面学到的就是不能过度的护肤和不能过度的清洁，反正这两件事情都是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的，就是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没有办法抵御外界的一些细菌啊，然后或者说天气的变化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的敏感不稳定。反正自从开始看他的视频之后，我就渐渐的开始做一些减法，然后把我的护肤步骤都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就几乎都已经简单到只有眼霜和面霜了。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不要过度清洁的这个地方，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身体的护理，就是我们身体皮肤的护理。这是我学到的一点，我刚开始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吧，就是Dr. Dre 他说的他从来都不用沐浴露。刚开始吧，我们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怎么可能呢？就你就觉得不用沐浴露洗澡就感觉洗不干净吧。我们第一次尝试了之后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没有用沐浴露洗澡，我也不觉得我自己身上没有洗干净。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用沐浴露的话，大家他也说了，如果说你是觉得洗不干净，你其实就是可以用那种毛巾，其实就是搓澡巾啦，然后就搓一搓自己的皮肤。特别是夏天我们不是会在身上涂防晒霜吗？为了让我们把防晒霜洗干净，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那个毛巾把它这样擦下来就 OK 了。然后你在洗完澡之后呢，也千万不要用干的浴巾来擦身上，这都是我自己以前都会做的事情吧。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做，就是你会直接把浴巾然后弄在身上，然后把皮肤擦得很干，然后再去上身体乳。但是他就是完全不是这样做的，他在用那个搓澡巾，就是你洗完澡之后那个搓澡巾，然后把它拧干，然后用稍微的蘸一蘸水，就是让那个水不要太多，然后直接在你还比较湿润的皮肤上涂身体乳，发现真的对我的皮肤的干痒问题有很大的改善。而且我发现在我用这样的办法涂身体乳之后，是真的身体乳要更好的吸收，不会有那种黏的问题，然后比我在干的皮肤上面擦身体乳还要更加的保湿一点。所以我现在的早上和晚上的那种清洁步骤是大概这样的，就早上我起床就只会用温水，而且是那种只比常温的水稍微热那么一丢丢的那种水来把我的脸就是冲一冲就 OK 了，然后我就直接上面霜和眼霜。到了晚上的话呢，我是会卸妆嘛，就先用眼唇卸妆液先把眼睛和嘴巴卸了，之后再用那种卸妆水把脸上的粉底液卸掉，不会再做2次的清洁了。然后这是大概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我从 Dr. Dre 他的视频，还有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然后我自己往上加的一些小经验，我都觉得对我自己的皮肤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接下来我再和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最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些护肤品。然后第一款产品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手里的这款 CeraVe 的保湿霜。我其实当时种草也是看 Dr. Dre 他的视频，然后他当时分享他最喜欢的几款保湿霜吧，然后他说这款是他最喜欢的，然后我去买了。其实当时是抱有一个尝试性的心态的，因为我去亚马逊一搜就是属于$13的一个价位，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13的这个价位又是那么大一罐，它总共有
539克，真的是非常大一罐。大概如果要对比的话，就是拉妹儿他们家那款$2000的那一款的那么大罐吧，就是大概是那个容量的。然后就觉得哇，好便宜，所以我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我是准备先作为一个身体乳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保湿霜嘛，所以你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然后后来 Dr. Dre 他又说其实这款当时他说的时候，他就是说要当做面霜来用嘛，就他全身都涂。我就觉得说那要不然我试试面霜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用拉妹儿那款面霜的，然后现在其实都没有用完。然后我就用了这款之后，发现真的好好用。你开始怀疑你自己的智商，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开始怀疑你自己的皮肤是不是有毛病，就是那种不识货的那种毛病。但是真的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面霜。我涂在脸上之后呢，我涂了一段时间是发现，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湿霜嘛，就一定要保湿，还有就是它的保湿时间很长，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过一段时间就不保湿了。特别是我在白天的时候我也是会用的。我用完之后上妆，我上妆一整天，有时候是从早上到晚上的凌晨12点，它都是不会出现皮肤干燥的问题的。我现在是洗完澡之后就用 Dr. Dre 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湿毛巾把水稍微的擦一擦，然后直接从脸上，然后抹到脖子，抹到脚趾，就直接全身都抹这个面霜。然后第二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款我觉得用到非常好用的产品，就是这一款凡士林。这款凡士林其实也是 Dr. Dre 他推荐的，因为当时我的唇膏都用完了，然后我就专门去搜他推荐唇膏的那种视频。他在里面说的就是其实所有的唇膏里面都是直接放凡士林的，然后他就说那你还不如去买凡士林，因为唇膏有些贵的真的特别贵，就一小罐可能几十美金之类的。他说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反而你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他会加香精，是会对你的唇部非常的不好的。而且我们嘴唇的这个部分的皮肤是很嫩的，而且也很敏感，也很脆弱。反正我们就是千万不要用一些刺激性的物质来刺激它。反正凡士林就是非常好用嘛，当时我就直接去买的是这种旅行装，因为它那个大盒的太大了，气死我了。我刚刚发现我其实已经基本上都要讲完了，结果发现相机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就停止了运作，我现在又要再重新和大家讲一遍，好累。好了，现在下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款防晒霜。其实我之前在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拍过一支关于防晒的一个视频嘛，就完完全全的和大家讲了一下防晒的那个原理啊，然后我们为什么要防晒和如果我们不防晒对我们皮肤的一些坏处的，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支视频。然后当时做那个视频的原因呢，是因为其实我本来也不是一个那种美妆护肤类的博主嘛，然后我当时是因为那个时候看 Dr. Dre 他的视频，看了之后呢，他告诉我们说就防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抱着这样的一个好奇吧，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防晒，因为就很难过，你知道，就想要找千百种理由不想防晒。结果去查了之后呢，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知道了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伤害，就觉得真的非常有必要防晒的。在这里我就不那么仔细的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要防晒，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面仔仔细细的和你们分享过嘛。我最喜欢的一个防晒霜就是这一款了，这一罐是我最近新买的一罐，就才用了2-3次吧，因为之前已经用完了，牌叫 Alta MD， 而且也是完全受到皮肤科医生的认证的。然后这一款防晒霜它用下来其实就是首先非常好推开，然后好吸收，不会拔干，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用到过那种防晒霜，感觉涂上去之后就把我脸上的水分彻底吸收掉那种防晒霜，我也是有用过的，它涂上就你还觉得会有保湿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泛白，虽然它有加入物理性防晒的成分，然后价格呢在美国这边是35美金，不算是一个特别贵，但是也不算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是我也在上支视频里和大家分享过嘛，因为物理性防晒成分它本身成本就比较高，就比化学性防晒的成分要高很多，所以它的价位都不可能太低。然后接下来就想和你们分享一个这种眼卸，也是我最近用下来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我其实之前是一直只用一款卸妆水的，就是香奈儿的那款眼卸，因为我觉得是我在很早之前就自己慢慢买下来觉得最好用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我觉得我用到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之后呢，我就不会换。后来我在看到 Dr. Dre 的视频之后就觉得为什么那种平价的产品也有那么多好用的东西啊？我就在想说那我那个眼卸其实也挺贵的吧，35美金一罐，而且用的很快。我就在想说要不要自己实验一下，找平价的眼卸说不定也会有好用的。后来我就把亚马逊上面那种稍微平价一点的眼卸吧，一个挨个的买了下来。然后我在用了这一圈下来，我觉得这一款理肤泉这款理肤泉的眼卸是最好用的，而且完全可以和香奈儿的那一款持平。然后我先说说我对眼卸的一个要求吧，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卸得很快，如果它卸得慢的话我就觉得很烦。然后这款呢，我是觉得它的速度和香奈儿那款一样，而且它也和香奈儿一样完全不刺激，也不会让我的眼皮出现敏感的问题，因为我的眼皮也还蛮敏感的。然后接下来呢，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产品，就是这种手部的消毒乳。其实我们之前想买消毒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里养猫猫狗狗嘛，所以其实是需要
经常的去洗手的，但是我又觉得洗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我的手部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所以我都想要尽量的减少我洗手的次数，就想说要不然家里面也买一个那个消毒液。后来去查的时候是发现，其实像外面使用的那种消毒液，它的一个原理都是属于酒精，所以你会发现你自己抹在手上，它就会非常快的蒸发掉，这也是一个好处啦。但是这个最大的一个坏处，而且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就是它会让你的手变得越来越干。后来我去查了之后，就是发现其实可以买这一种 alcohol free 的，就它的整个原理不是用酒精原理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乳液，而且用起来其实跟手霜非常像，就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乳液的感觉。我当时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所有的那种 review 都说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完全不会让你的手变得很干，而且很滋润。你每抹它一次，就顺便就像抹了一个手霜一样嘛，所以你就等于说你消毒和护手霜都一起擦了，我就觉得还蛮好的吧。然后在刚刚我的时候，你们分享的是一个身体的那种皮肤的管理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在秋冬天，我最近也非常注重的是我自己的一个身材的管理，其实也是来源于汤圆的一句话了。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有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健身的，但是后来在夏末我们就渐渐的因为搬家的那个问题嘛，就每天搬家你要收东西都已经非常累了，所以就有点搁置健身这个事情，就比较少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到最近就是天气转冷之后，就汤圆就跟我说，他就说就感觉我们其实不应该就是因为就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们要露肉，所以我们才出门去健身，而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秋冬天的时候，我们觉得就算我们穿了很多，然后我们也看不到自己发胖，或者说别人也看不到你发胖，你可以把它遮下来的感觉，我觉得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观念的。所以我们最近都又开始有非常规律性的去健身了。而且我在健身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和大家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如果说当然这个建议是给刚刚想要健身的朋友的，我自己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在健身的时候吧，先是那种比较简单的一些运动啦，比如说像跑步这种，然后跑完了之后呢，我会做那种比较针对性的一个训练，而且是在某一个很长的阶段我都会集中在一个部位做训练。就比如说我最近是想要练屁股，那么我就是这段时间都集中性的练屁股，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快速的能够看到一个效果的，就不容易放弃。然后最近我又收到了2款健身服嘛，就想说在这个视频里面和你们分享一下。然后这一套健身服呢都是来自一个品牌叫 Maya Active 的，其实我之前也是和他们合作过一次的，当时是他们想要推广那个微博嘛，然后当时就寄给了我2套，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话呢，我其实应该是拥有他们家的健身服有4套了，我都特别喜欢，而且我其实也是在我之前的那个健身服视频里面和你们分享过的。然后最近和你们分享的是因为他们最近正好是因为那个打折力度特别大，就是属于一整年里面最便宜的一段时间，所以说就正好可以跟你们在这一段时间讲一讲嘛。然后 Maya Active 呢，它这个牌子我是觉得说，因为我现在拥有他们家4套健身服，再加上一丢丢的那种上衣的单品，可能有5-6件的单品了。然后我自己穿下来是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而且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还有我们的审美的一些要求吧，就是它的设计都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也觉得它能够在设计上面规避掉一些或者说遮住一些我们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喜欢的。因为正好最近他们是出了新的面料嘛，然后这个运动裤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新的云感裤的一个面料，因为我之前收到的他们另外2套那个健身服，我穿下来真的超级喜欢，就很舒服，而且摸起来很滑爽之类的。然后他们后来说他们出了这个更好的更新的面料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一定要尝试嘛。我当时穿下来是觉得对比以前的话呢，它会更加的柔软亲肤一些，而且我觉得对比以前的那种面料的话呢，会更加适合练瑜伽一点，就是它上面最好有一点点轻微的那种能够让我感觉到小绒绒的那种衣服，会让我觉得练瑜伽的那种包裹式的一个温暖感吧。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玛伊亚他们家一直都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他们的面料无论是以前老的面料还是新的面料都从来没有让我感受过不舒服。其实我之前是有买过那种不好的健身服的面料的，就是我穿了之后，特别是我健身了一段时间，我的皮肤上会出现出汗的情况嘛，那么就缝线的部分，就这种缝线穿在身上都会感觉很痒，就你会想一直去抠它，其实就很讨厌，然后就觉得这个面料不好嘛。但他们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而且他们家的整个缝线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像健身裤这种很紧身的裤子，我还是想要去要求它能够稍微优化我的身形的，就比如说我外穿的时候也能够让我的身材看上去很精神，然后让我的身材看上去很 fit， 所以他们家的那种缝线的这个地方的设计是真的超级好的，就属于能够让你的腿看上去非常的有线条，然后还能够显得你的臀部特别的翘。而且这个云感裤的新面料呢，我穿起来也是觉得比以前的那一款延展性要更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就延展性特别好，所以你其实也是一方面支持了我说非常适合练瑜伽的那个说法，而且也很软糯，就反正就是摸起来很舒服。我觉得相较而言呢，也会比较适合这种天气转冷了之后的那种感觉，你就会希望被温暖保护的感觉嘛。然后另外一件呢，就是它的一个上衣，其实我这一次就是直接选了一套嘛，因为我当时觉得这种白上衣配这个粉色的很好看。
白上衣其实是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就一直都想买的，因为我觉得在健身的时候白上衣是会比较好搭配一点，比如说你搭配黑裤子，任何颜色的裤子，所以就一直都想入一个白上衣。然后他们这次找我，我就正好看他们有出这个新面料的白上衣，这个面料也是属于那个云感的面料，因为我也是有他们那个老款的春夏款的那个健身服的嘛，就这种上衣，对比下来呢，我是觉得这一款的面料它也是属于更软糯、更绵软，然后更保暖一点，整体穿下来都是非常好的。其实那件衣服我也和大家讲过，就版型特别好，然后在你的袖口的这个地方有那个套大拇指的地方，防止你的那个袖口往上缩，也不会出现那种吸了汗之后会变重的那种情况，就反正干得很快。除了它的版型之外，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我觉得它解决了一个问题，会在我平时平板支撑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你的手肘的部分，就这个地方是会非常有压力的嘛，就你压在那个健身垫上面，所以如果你的那个衣服就是会跟你的手肘的这个地方会有摩擦，或者那个衣服比较粗糙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地方感觉很疼。但是这件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的所有的上衣，我都觉得都不是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都会多多少少的让我感觉有摩擦的感觉。但是这件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设计是属于那种挖肩的设计嘛，这也是玛伊亚他们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对比那种比较普通的健身服品牌的话呢，它的设计会比较好看一点，就是会感觉你可以穿出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挖肩的设计的话，你也可以选它那个普通版的。反正这两件我也特别的推荐啊，而且它这段时间打折力度也很大。如果你想要再入手的话，就有这个计划的话，我是推荐大家在这段时间去入手。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就请帮我点个赞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 Instagram， 因为我都有在定期的发。如果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